看到这么一句话：酒不要太醉，饭不要太饱，永远不要对层次低得太好。其实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是一种玄学。如果你不懂人性的复杂，人心的善变，那么自己一定会在人际关系当中活得被动，过得艰难。人最怕的就是不管对谁都会毫无来由地释放好意。如果总是对一个低层次的人太好，那么自己只会沦为工具，让自己变得越来越难堪。真正聪明的人一定是懂得让自己和身边的人保持一定的距离感、边界感，这样往后的你才不会经常心寒，或者时常感到后悔。不懂感恩的人，关系再近也要远离。有这样一个故事，可能大家都听过。甲不喜欢吃鸡蛋，每次发了鸡蛋都给乙吃。久而久之，乙习惯了有鸡蛋吃，将这件事看作理所当然。直到有一天，甲不给鸡蛋给乙，他立马就破口大骂。他忘记了这个鸡蛋本来就是甲的，甲想给谁都可以。不懂感恩的人是体会不到别人付出的，你对他奉献再多，都换不回一句谢谢，只能换回无休止的怨恨和敌意。作家小斌讲过朋友段林的亲身经历。段林夫妇在城里开饭店，并购置了2处房产，一处用于自家居住，另一处则是为孩子未来所准备的房子。老家的妹妹听说后，决定投奔而来。段林知道后十分高兴，怕妹夫没落脚的地方，便把空置的另一套房子免费给他们住。他还自掏腰包，帮妹妹开了一家餐馆，并将自己多年的经验传授给了2人。此后多年，只要妹妹有困难，段林总是第一时间伸出援手。然而人心难测，段林全心全意的付出，莫换来一丝回报，反倒激起了人性最丑恶的一面。当段林的儿子大学毕业准备购房时，他决定将借给妹妹的房子卖掉，筹集资金为儿子付首付。谁知道他刚一提出来这个想法，妹妹就怒火冲天，不能卖我家的房子。妹夫更是情绪激动，直接从厨房拿了一把菜刀，谁敢卖了这房子，我就和谁拼命。面对妹妹一家的蛮横态度，段林一下寒了心。他没有想到多年付出却换来这样的结局。愤怒之下，他与妹妹一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，闹进法院才将房子要回。原本亲密无间的骨肉至亲，最终变得老死不相往来。西游记说，恩将恩报人间少，反把恩慈变作仇。做人行善是美德，但对有些人就不值得。因为层次低的人眼里只有利益，没有感恩。你过度的善良，只会遭到冷眼与漠视。过分的好意，只会招致背叛与欺凌。与人交往，不要等到被伤透了心，才发现付错了真心。贪得无厌的人，感情再深也要拒绝。对于贪婪的人，你再怎么尽力也无法真正满足他们，因为他们的欲望是无止境的，你永远不可能填补那巨大的缺口。你付出越多，对方就会索取越多，最终受损害的只会是自己。有这样一个例子，小张和小李是多年的朋友。小张开了一家小公司，生意逐渐有了起色。小李得知后，3天2头来找小张。今天说自己家里有急事，找小张借一笔钱，承诺过几天就还。过几天又说自己想创业，让小张投资，还描绘着未来的美好蓝图。
说赚了钱会给小张丰厚的回报。小张念在多年的情分上，一次又一次地满足小李。可小李拿到钱后，并没有按照他说的去做，钱花完了就又来找小张。小张后来资金周转出现问题，找小李还钱，小李却总是找各种借口推脱，甚至还责怪小张不够朋友，在他困难的时候催他还钱。这就是贪婪之人的行径，他们永远不会满足，不断地索取，直到把身边的人榨钱。王小波说过，善良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错误的善良不会给他人带来天堂，只会拖累你掉进地狱。层次低的人，他们的可怕之处不仅在于贪婪，而是在贪婪的同时还会无止境地索取。再多的善意也填不满一颗充满欲望的心，好心过了头，只会让别人得寸进尺。永远记住，不要把自己有限的善良去浪费在贪得无厌的人身上。你的善良很珍贵，要给值得的人。就如同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中的老太婆，她的贪婪最终让她失去了一切，而那些贪得无厌的人，也往往会在不断索取中失去身边人的信任与支持。你的善良很珍贵，要给值得的人。在塔木德里，犹太人往往用萨布拉斯来形容自己。犹太人深信，人的性情应当如同仙人掌那般，内在柔软而富有生命力，外在则坚韧带刺。仙人掌虽无法如花朵般娇艳，但正因其周身遍布的锐利之刺，才得以捍卫自己柔软的心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并不是所有人都值得你对他好。对于那些层次浅薄的人，需要拒绝时不必犹豫，需要狠心时更不必退缩。小林的女同事总是厚着脸皮蹭小林的车上下班。一开始，小林觉得大家同事一场，顺路带一带也没什么。但女同事却越来越过分，不仅从不感谢，还经常对小林的车评头论足，甚至要求小林按照她的时间来接送。小林内心很是苦恼，但又不好意思拒绝。直到有一天，小林因为一些突发情况，没办法按时送女同事回家，女同事当场就脸色大变，对小林抱怨连连。从那以后，当女同事再次提出蹭车时，小林却毫不犹豫地回答：不方便。常言道，小人畏威不畏德，意思是小人只会害怕威势，却不会尊重有德行的好人。对于这种人，一味妥协和退让，只会让自己身心俱疲。要知道，善良和爱都是免费的，但不是廉价的。在恰当的时候明确底线，才能避免成为任人拿捏的软柿子。当你心怀善意，但又不忘坚守自己的底线时，你的善良才会被珍惜。金庸在《书剑恩仇录》里说，江湖上人心险恶，对待朋友当然处处以仁义为先，但对付小人，你要是心软待他，那就吃亏上当了。人与人交往最忌讳的就是你不管对谁都释放好意，因为低层次的人不善于感恩，却习惯无休止的索取。面对这种予取予求，试着无情一点，冷漠一点。当真心拥有边界，善良也有锋芒，你才能不再寒心和后悔。余生把你的善良留给那些懂得珍惜、懂得感恩的人，这样你的善良才会开出美丽的花朵，收获温暖的回报。层次低的人的特征：层次低的人私欲熏心，一心追名逐利，丝毫不愿吃亏，满心都是占便宜的想法。
一旦有好处，便不择手段争夺，即便自身条件远不如他人，也厚颜无耻地争抢。他们欲望永无止境，得之狂喜，失之怨愤，唯抬高自己，常贬低他人，做点小事就急于宣扬表功，而且极度现实，只对有用之人示好。这种好充满功利虚假，贪婪本性极易暴露，遭人唾弃。像公司项目中，有人贡献小确，独揽功劳，无视他人付出，借口很多。这类人巧言善辩，习惯反驳他人观点，挑刺争辩。做错事时，绞尽脑汁找理由开脱，甚至推卸责任。他们缺乏慈悲怜悯，德行修为差，无理狡辩，得理不饶人，还善于伪装，表里不一。人前积极，背后偷懒，是典型两面派。工作中有人任务未完成，就借口同事不配合，资料不全，从不反思自身问题，怨气很大。层次低的人格局小，气性大，情绪极易失控，像火药桶一点就着。遇事不积极解决，先抱怨发泄，以自我为中心，言行无度，极度心强，内心阴暗，爱主观臆断，无事生非，诋毁他人，最终害人害己。比如看到邻居买新车，不仅不祝福，还恶意揣测，沉迷短期快感，难抵诱惑消耗。他们常被即时享乐控制，刷短视频，玩游戏停不下来，面对困难选择拖延逃避，沉溺于无需思考的轻松愉悦，浪费大量时间精力，目光短浅，看不到学习提升的长远价值，只图当下舒服，最终失去成长机会。如一些年轻人下班后沉迷手机，几年过去毫无进步，习惯否定他人，总爱抬杠较劲，别人分享观点，他们立刻反驳，见他人成功便贬低是运气好，面对善意建议也阴阳怪气回应。他们非黑即白，容不得不同声音，通过否定他人找存在感，实则暴露内心空虚匮乏。讨论方案时，有人无更好想法，却一味否定他人建议，遇事推卸责任，永远抱怨外因。事情出错，他们从不反思自己，只会将责任推给外界。工作出错怪同事领导，感情失败怪对方，甚至摔跤都怪地面，永远以受害者自居，陷入抱怨循环，无法解决问题和成长。团队项目失败，有人只指责他人，不反思自身协作问题，思维固化封闭，抗拒一切变化。这类人生活模式一成不变，拒绝学习新技能，接触新圈子和新兴事物，固守老经验，不愿改变，把自己困在舒适圈，看似安稳，实则停滞不前，终将被时代淘汰。传统行业从业者抵制数字化转型，最终失业。过度关注琐事，纠缠鸡毛蒜皮，他们在琐事上耗费大量精力，买菜为几毛钱讨价还价，对同事无心之语，朋友圈评论都要较真，长期纠结小事，心胸格局变小，忽略重要人生目标，因邻居放错垃圾就大吵一架，影响心情，习惯依赖他人，缺乏独立思考。面对事情，他们第一反应是寻求他人帮助和意见，买东西参考大量评论，
做决定反复询问他人，人生规划也依赖别人，害怕承担选择责任，过度依赖导致失去独立思考和成长能力。大学生选专业，工作听从他人安排，毫无主见，眼界局限狭隘，困于井底之线。他们的世界狭小，对行业趋势、他人困境不关心，不知外面世界多元，还自我满足。这种狭隘思维让他们固步自封，最终被时代淘汰。偏远地区的人局限于小村庄，错过发展机会。如何应对层次低的人呢？帮助他人前，要冷静评估自身能力和对方需求。朋友借钱创业，需衡量自身财务状况和项目可行性。若不合理，要果断表明态度。设定帮助界限，避免因面子或义气陷入困境。通过学习新知识、阅读书籍、参加培训交流等方式，拓宽视野，加深对世界的理解。提升认知层次后，能以更包容视角看待他人，减少误解冲突。学习心理学知识，可理解他人行为动机，避免盲目指责。真正有益的帮助是引导对方自我成长。同事工作求助，不直接给答案，而是通过提问引导其找到解决思路，助其提升能力，学会感恩自立。面对无理要求，不要因怕得罪人而勉强答应，要明确表达态度立场，保护自身权益尊严，不让善良被人利用。亲戚提不合理帮忙请求，要坚定拒绝，守住底线。总之，面对层次低的人，要用理性和智慧应对，保持善良的同时保护好自己，让生活更美好。